Hello，大家好。最近《纽约时报》发文称，加拿大的房产泡沫即将爆发。路透社发文称，加拿大炙热的住房市场已经快着火了。北美知名的经济学家罗森伯格说，这可能是有史以来最大的泡沫之一。他指出，房价暴涨，而工资增长却几乎为零，导致加拿大人无法跟上房价上涨的步伐。加拿大的收入与房价之间的关系，就像是在互联网泡沫破灭的时代，收入与科技股之间的差距。早在2年前，加拿大央行还是非常清醒的。2019年5月，央行指出加拿大存在2大风险：一是高家庭债务，二是住房市场失衡。但如今加拿大央行对房产市场泡沫却不太在意。尽管债券收益率飙升，经济数据比央行预测的要好得多。今天，加拿大央行依然宣布继续维持0.25%的基准利率，并声称继续保持其超前的指导方针，并辅之量化宽松计划。尽管这次央行又维持了0.25%的基准利率，但最近加拿大几大银行都纷纷上调了抵押贷款利率。美国的抵押贷款利率也上升了，30年期固定抵押贷款利率上周攀升至3.26%，为去年7月以来的最高水平。自2021年初以来，已经上升了40个基点。美国抵押贷款利率的上升导致贷款需求显著下降。截至3月5日，每周的抵押贷款申请减少1.3%，再融资指数比前一周下降了5%，比1年前的同一周下降了43%。加拿大皇家银行首席执行官戴夫·麦凯认为，通胀压力将迫使各国央行最快在明年开始加息。疫情爆发后，各国央行都在向经济注入廉价贷款的同时，防止泡沫产生。比如，新西兰政府正试图通过增加抵押贷款难度来制止泡沫。现在，大多数国家都在实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，试图在经济低迷时期增加货币供应量以刺激经济。他们降低利率，并希望企业和家庭使用廉价贷款。理想的情况下，企业可以使用廉价的资金来扩展业务，家庭使用廉价的现金来消费或者是大笔购买。商品和服务的消费是经济运作的基础，但廉价贷款充斥市场时，也会引发一个严重的问题。当人们不知道如何利用廉价贷款时，他们就会开始竞标资产价格。大萧条和网络泡沫都是这样。如果房价随着经济快速发展而上涨，这是好事儿。如果在创纪录的高失业率和经济衰退期间房价上涨，可能是一个巨大的隐患。以这种方式追逐短期增长，可能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。不过，上周加拿大枫叶银行透露，房产市场最早可能在本月出台降温措施。现在普遍的猜测是，加拿大政府将在今年春季预算中推出房产市场降温的具体措施。疫情带来的最大挑战是在家工作，这导致加拿大年轻人购房数量激增。皇家地产的一份报告显示，年龄在25到35岁之间的加拿大人，有近一半的人已经拥有了自己的房子，其中25%的人是过去9个月里购买的房产。但这一趋势很难维系下去。数据显示，温哥华和多伦多的风险最大。温哥华的长期住房拥有率是64%，多伦多是66%。这些业主中，大多数是远低于当前的市场价格购买的。疫情期间 ，BC 省有27%的千禧一代买房。千禧一代又叫 Y 世代，一般是指1980年代和1990年代出生的人。根据皇家地产的报告，51%的千禧一代已经在温哥华拥有一套房子。根据数据统计，千禧一代最多的情况下将占到房屋拥有率的64%，这意味着80%的千禧一代已经进入了房产市场。在安大略省，去年26%的年轻人买房。随着住房拥有率的激增，现有45%的千禧一代在多伦多拥有住房。根据数据统计，多伦多千禧一代在最多的情况下将占到住房拥有率的66%。这意味着70%的千禧一代已经进入了房产市场。现在问题来了，如果大多数想要买房的年轻人都已经进入了房产市场，在这种情况下，我们完全有理由预计，在未来2到5年的房产购买活动将会大大减少，这可能导致房价疲软甚至下跌。
随着越来越多的婴儿潮一代将出售自己的住房，搬到生活方便的老年公寓，这可能会加剧房价下跌的风险。婴儿潮一代是指1946年到1964年出生的人，他们目前的年龄在57到75岁之间。婴儿潮时期出生的人受到与疫情相关的打击尤其严重，很多人可能会选择提前退休，依靠积蓄生活。房产是他们的主要财富之一，因为他们出售自己的住房，搬进有政府补助的老年公寓之后，必须在6个月内出售自己的房产。加拿大皇家银行预计，未来10年，婴儿潮一代目前拥有的至少50万套住宅会进入房产市场，这又加剧了房价下跌的风险。有很多人认为，新增移民可能会降低房价下跌的风险。很多抢 offer 寄希望于涌入的新移民慷慨地购买他们加价抢购的房产。当然，也会有一些相对富有的移民进入房地产市场，但未必能形成一个长期稳定、可持续的接盘侠队伍。毕竟人傻钱多速来只是一厢情愿的理想状态。疫情期间，尽管加拿大用3倍的收入来弥补疫情的收入损失，但其他国家的人在财务方面都真真切切地受到了疫情的打击。更多的新移民必须依靠到加拿大努力工作赚钱来攒首付。由于新移民没有加拿大本地学历和工作经验，很难得到本地劳动力市场的认可，因此很难找到稳定高薪的工作。就像很多从中国来的博士硕士来了照样要干体力活一样。数据显示，多伦多的房价增长速度是平均收入增长速度的3倍以上。等这些新移民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，还会心甘情愿地留下来接盘吗？我看可能性不大。加拿大统计局的数据证实了这一点。近年来，多伦多、蒙特利尔和温哥华迁居到城市郊区、小城镇、农村地区的人数急剧增加。仅2019年7月至2020年7月，就有87444人搬离这3大城市，而房产负担压力是罪魁祸首。新移民的父母都是婴儿潮时期出生的人，他们大多年事已高，没有能力再帮孩子支付购房首付款了。以上种种迹象表明，加拿大房产市场未来将面临更多的波动和更高的风险。需求增加与握盘惜售的冲突导致房价加速上涨，超低抵押贷款利率又加剧了这种疯狂。如此紧张的供求状况和超低抵押贷款利率，就像这场疫情一样，是百年不遇的。这样的市场状况显然是不可持续的。疫情过后的房产市场状况极度不确定。加拿大几大银行的经济学家们也都认为，目前的房产市场已经进入投机风险阶段。在未来一切都不确定、风险很高的前提下，我觉得最明智的选择是不住不买，最好不要被他人蛊惑，房价不会永远涨。以上就是今天我想给大家分享的内容。我的频道每天都会分享一些加拿大的生活经济、房产资讯，欢迎订阅。谢谢观看，再见。